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志频道，我是老杨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今天的老杨想给你介绍一招，我买了一个非常大的卤烩，大家可以看，非常大啊，这有10公分宽度，有大概60公分长，非常大的这个卤烩，很漂亮。我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将这卤烩给它处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加在饮料里面，或者呢做菜用。卤烩呢大家可能听说了，卤烩浑身是个宝啊，卤烩是非常好的药材，非常好的美容食品。另外呢，如果说你有点什么皮肤的损伤了，用了卤烩以后呢，它能够促进这个伤口的愈合，促进皮肤的修复。也有人称呢，它是有再生功能的纯天然的植物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家里边种有卤烩，或者呢经常在市场上买一些这样的卤烩呢，来加在你的饮料里边，或者呢做菜用呢，是非常有益的。首先呢，因为这个卤烩非常大，我们要把它彻底洗干净。另外呢，这个卤烩的两侧呢有这种刺，要把这个刺呢去掉。然后卤烩的皮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性的，所以说不能用，也不能吃，也不能抹在皮肤上面，都是有害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皮要把它去掉，只用里边的这个瓤。咱们现在呢就开始了。首先呢，咱们把这个卤烩放在水上洗干净。好了，洗干净了以后呢，我们下边这个地方是不能吃的，所以说呢，要把这个地方给它切掉。进镜头。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，然后呢，把边上两侧的这个刺要切掉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呢，这是卤烩，分切好的，非常好，对吧？现在呢，我要把两侧的这个刺切掉，然后呢，把皮剥掉，这样的卤烩呢就很干净。因为这个卤烩有可能我们要生吃的，所以说呢，千万记着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洁的状态。好了，咱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。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刺呢切掉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刺一切掉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呢，整个这个皮呢就很容易剥掉。我用这个刀尖呢，沿着这个皮大家可以看，顺着这个皮薄薄的一层，慢慢把它切下来。好了，整个这一块皮呢已经切下来了。然后呢，顺着下边这个皮，好了，大家可以看整个这一块亮晶晶的卤烩就已经切好了。把这上面再冲洗一下，因为这个卤烩呢有可能要生吃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专门用一个新的板子把刀也冲洗干净。这个食品的卫生是非常重要的，手也洗好。然后这个呢，因为我已经切过了，
所以说，如果说我要是把它放在饮料里边喝的话呢，然后我把它切成小丁，好了，切成小丁以后呢，我把它保存在这个玻璃的器皿里边去。这第一个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来做这个第二个，一次呢都把它准备完。这次我换一个方法呢，我从上面这样我能看着，顺着这个皮的方向把它剥下去。这边一样，顺着这皮的方向，然后先把这个边沿给它剥好，然后呢，沿着这个皮一点一点把它切下来，把它剥下来，这样呢，你看就不容易有这种皮的残留。同样的方法呢，我可以把这边切一下，这我也把它改革一下，看用大拇指试着把它掰开，让它之间有一定的张力，这样呢，你拿这个刀啊，轻轻的一划，就可以顺住这个这下来了。因为我讲了这个呢，我是考虑到直接用做冷饮来用吃，所以说呢，我尽量这里边的肉呢不要挨着外边的这个大的砧板。看我这个第二块呢，切的这个皮就更加完整一点，两边呢没有任何这个皮的残留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卤烩呢，实际上我建议大家生吃啊，因为你在这个炒菜的过程中、加热过程中呢，可能有一些营养成分就会被破坏，所以说生吃呢比较好。你在街上可以买到一些卤烩的饮料，那也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卤烩的饮料呢，因为它并不是新鲜的，它里边有可能呢加了一些防腐的物质，所以说不太好。这么我们在家里做的新鲜的卤烩的饮料呢，它就比较健康。大家可以看这个，我们在切割的过程中，这个技术呢也在不断的进步。这我第三个呢，大家再看看我切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比刚才呢就更容易表现了。首先呢，在这个边上划一刀，划一刀以后呢，用这个大拇指把它翻起来，稍微时间的给点张力，然后呢，右边这个刀顺着这个皮向下切，其实不需要用太用力，因为我左手呢已经给它有一些张力，稍微一用力它就划开了。在你快到手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，很明显我就能看到这样一条缝，然后轻轻把它放在这板子上面，把它打开，看很漂亮。同样的方法呢，我们这一侧先划一道，出来以后呢，用同样的方法，大拇指和食指把卤烩这个皮掰开，稍微让它之间呢带点张力，然后下边这3个指头呢，把卤烩
向这个方向让它弯曲，这样呢，上面芦荟本身呢是向我右边这个方向走的。快到这个下边的时候呢，我能感觉得到，然后呢，我再用我这个板子，你可以用刀这样压一下，就更能看清楚。稍微一推一拉，就完全剥开了。还是我前面强调的，因为生吃的食物呢，这个食品卫生非常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千万记着，这2个砧板我是分开用的，下边的砧板呢是和皮接触的，还是尽量要避免2次污染。这一次呢，我再改良一下我的切法，我只把这一侧切开，看看这样是不是就减少一些程序。首先呢，我用刀顺着这个皮和肉之间呢向下划，划完以后，然后呢用手把它掰开，这样呢我就达到这个底部的地方。因为我现在呢，我这边并没有完全切开，所以说我这样把它掰起来，顺着这个方向，看着这个皮，顺着皮的方向把它划开，这样呢我可以有这一层皮保护我的手。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用刀不是特别自信的话，那这样呢就总是在你的手在皮的外边，这样呢就是危险相对小一些。如果你还是不放心，这个刀拿在手上呢，你可以把板子垫在下头，大家可以看呢，向下推，你向下推了以后呢，把这向外压，然后你看到哪个地方连着的，你稍微用刀一划，它自己就掉了。大家看这样呢，是不是更方便了一点？这一次呢，我把这个呢切成长条形的，就是如果说我想做一个调菜的时候用，我可以做长方长形的。好嘞，我这个呢另外放在这个饭盒里边单独保存，因为那个量蛮大的，就是有可能你吃不完。这个新鲜的芦荟呢，吃起来有时候会带些苦味，所以说呢，如果你要吃新鲜的芦荟，一般呢要加一些蜂蜜或者加一些糖，这样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好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把这个芦荟呢泡在水里泡一泡，这样呢吃起来就不那么苦。当然了，泡的时候呢，有些可能有营养的一些成分也会流失，所以说最好是新鲜吃。那么一开始如果嫌苦的话，你可以少吃一点，因为芦荟呢有轻度的缓泻的作用，一次吃的量不应该超过30克，也就是量不要太大。如果你吃完芦荟以后呢，你感觉到轻微的腹泻，那实际上你就应该停下来或者减量。这个芦荟呢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轻度的缓泻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排进体内的一些有毒的滞留的一些物质。下面呢我把这个芦荟加入这个可口可乐里面。可口可乐呢本身也带有一点苦味，它本身带有这发泡剂，所以说这芦荟加进去以后呢，喝起来这个苦味呢就不是那么明显。同时呢，你又达到了食用芦荟的药用效果。这个加到可乐里边呢，看起来也蛮好看的。我现在呢，这是芒果汁。加一些芦荟，看芦荟这个胶啊，好，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呢，这里边是芒果汁，上面加有小块状的芦荟，这样吃起来呢，这个芦荟呢口感非常好啊，
再加上有这个芒果汁，它也不是那么苦，所以说同样这也是一种非常